大道不行。今日我盘古便劈开这混沌，塑天地，正那无上大道。盘古，你敢坏我混沌根基，今日便让我等替大道除你！跳梁小丑，也敢与我争锋，便让你们化为世界的养料！开天势在必行。混沌将毁，此处不宜久留，需尽早脱身，莫要被波及，免得白白损耗自身力量。杨梅，我等拼死战斗，你竟敢逃跑！既然来了，都留下吧。算了，不差你等三人，便留你们一命。没想到我一个穿越者，竟能在盘古开天的浩劫中全身而退。虽舍弃半截身躯，却也避开了混沌覆灭之祸，这波不亏。不周山灵气浓郁，道域深厚，禁制遍布，既是修行之地，也是天然屏障。罗红那老魔即使想找我，也未必能突破此处禁制，更未必能发现我的踪迹，正是适合我修行的宝地。空间魔神的气息是杨梅，吸收了他的本源与法则，我等便能凝聚实体，报仇雪恨。杨梅是谁？为何要吸收他的本源？报仇！报仇！我要找杨梅报仇！这是先天灵气潮汐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遇到灵气潮汐呢？灵气潮汐异常狂暴，恐怕整个山谷都要被摧毁。本体虽然不怕灵气潮汐，哪怕山谷没了，对我也毫无影响。但此处为什么偏偏是不周山呢？我本体不过刚恢复，还难以移动。要是灵气潮汐触发了什么禁制，就算我不死，恐怕这1万年的苦修也要白费啊！看来贫道的机缘就在此处。我的实力越来越强了，贫道也要快些恢复修为了。希望此处的机缘不要让贫道失望。红军，他怎么来了？外面有人，要不要求助此人？经过这么多年的推演，我虽然能轻易破开山谷禁制，可我现在正处于虚弱期。若是来个心怀歹意的，那我岂不是更危险？但若是任由此人离去，这灵气潮汐又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。算了，赌一把。身为混沌魔神，再加上穿越者的剧情优势，我不信还忽悠不了一个小辈。道友，请留步。道友，请留步。道友，请留步。山谷内不是贫道的机缘吗？怎会有其他生灵？奇怪，贫道的机缘还在，
这是被空间法则遮蔽了。莫非山谷内的生灵是杨梅道友？若是如此，那确实是贫道的大机缘。贫道红军见过道友，不知道友教主贫道可有何指教？贫道推演机缘在此，若有叨扰，还请道友海涵。什么？红军？道祖？贫道正是红军，但贫道不知道祖为何意。红军又如何？前世网文有句名言：先有红军后有天，但杨梅还在红军前。不过外面若是红军的话，确实有些难办了。算了，此时一时退缩不得。就算是阴谋论中的红军，我也要会会他。贫道正是红军，但道友似乎早已知晓贫道将至，不知道友高姓大名，还请道友明示。贫道心中疑惑，还望道友解惑。哈哈哈哈哈！红军道友，昔日混沌一别，已是多年不见，道友莫非忘了贫道？杨梅道友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当年混沌之中，我见你被盘古一斧劈中，身躯断裂，还以为你早已陨落，没想到道友竟能脱身，且如今气息沉稳，想必修为也精进了不少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很好，红军果然没看出我的底细。是我，红军道友，好久不见。当年贫道深知盘古不可力敌，只好舍弃半截身躯脱身，隐居在此地修炼。今日能遇到道友，实属缘分。杨梅道友果然神通广大，只是不知道友为何掀起灵力潮汐。没想到红军认为我是故意掀起灵气潮汐，不过也是，恐怕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堂堂混沌魔神竟虚弱至此，连这种规模的灵力潮汐都无法镇压。道友误会了，此灵力潮汐并非贫道引动，贫道也深受其害。莫非杨梅道友伤势未愈，何至于镇压不了这小小的灵力潮汐？道友误会了，此灵力潮汐并非贫道引动，乃自然兴起，贫道也深受其害。莫非杨梅道友伤势未愈，何至于镇压不了这小小的灵力潮汐？不知红军道友可否三师进斩？杨梅道友，你怎知贫道自创的斩三尸之法？红军道友不要激动，在回答你的问题前，贫道且问你，你可知无尽混沌之中有多少个洪荒？道友此言何意？盘古开辟洪荒时，你我皆亲眼所见，自然是只开辟了一个洪荒。快压制不住了，怎么办啊？灵力漩涡要是爆发，我虚弱的尸势就瞒不住了，到时我的生死皆在红军一念之间。非也，洪荒并非只有一个，准确来说，至高洪荒只有一个，但衍生洪荒有无数个。何为至高洪荒？何为衍生洪荒？准确来说，至高洪荒才是真正的洪荒。至高洪荒的大罗者，名为神话大罗。神话大罗者，全知全能，遨游时光长河，一眼洞彻古今未来，乃是包罗万象、无始无终的道之本体。而衍生洪荒，或许只是那种存在的一道思维，一场大梦。不可能！若如你所言，那我等的命运，岂不早已注定？快了！红军的内心已经动摇了，再加把劲儿就忽悠成功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否则我又怎知你的斩三尸之法？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下一个亮劫乃是龙汉大劫。杨梅道友，这并不能证明什么。龙凤麒麟三族积怨已久，加之劫气弥漫，我等都能推演出下一亮劫。那你可知，此亮劫的推动者乃是罗侯，而下一亮劫乃是你与罗侯。这是天罚？难道杨梅道友说的都是真的？完了，玩脱了，也没有网文说泄露天机会引来天罚呀。现在天罚加上不周山的禁制，我这小身板哪里扛得住呀？杨梅道友不仅对我有恩，此时也是因为我才泄露天机，引来天罚，我怎可坐视不管？
还好顶住了。杨梅道友，贫道不善防御，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杨梅道友有何手段，还请速速使出。还请道友再坚持片刻。9道雷劫一道比一道强，再加上不周山戒指的攻击，恐怕红军扛不了多久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死脑子，快转啊！一定有办法的。杨梅道友，贫道最多能扛到第6道雷劫，6道雷劫过后，贫道也无能为力了。只能扛6道吗？那么还剩下3道。以红军准圣的修为都扛不住最后3道千雷，我自己面对必死无疑。除非我拥有圣人实力。圣人，对啊，可以让红军成圣啊！原剧情中，红军应该是打败了魔祖罗侯后，30合一成就圣人，但眼下红军累积还差太多。那么其他成圣之法呢？以力正道不行，功德正道不行，本源正道可行？哎呀，不管了，赌一把。红军道友，你可想走神话大罗之路？杨梅道友愿意赐教？自然。如今我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刻，若是出手，恐怕近万年的苦修都化为虚无，因此只能劳烦红军道友出手了。还请杨梅道友赐教，贫道定不忘道友恩情。我只能告诉你前路，能走多远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神话大罗之路分为神话天线、神话惊险以及神话大罗。神话大罗者遨游时间长河，因此神话天仙者开辟世界，成为一方世界之主，掌控一界时间长河。开辟世界者分为外天地与内天地，开辟外天地者曰以力正道，开辟内天地者曰本源正道。开内天地易，而开外天地难。原来盘古走的路是神话大罗之路，怪不得这么强。不强如盘古，开辟外天地都失败了。看来贫道的路是开辟内世界的本源之路。开！开内天地易，而开外天地难。成功了！怎么回事？还请杨梅道友教我，如何才能稳定内世界的空间？这是混沌魔神残念！糟了，怎么偏偏是这时候？贫道法则都融入了内天地，实力势不存疑。杨梅道友深不可测，此时也只能相信杨梅道友了。没想到你们竟然没完全陨落，这什么时候躲在暗处的？小梅，别挣扎了，乖乖献出你的身体吧。怎么办？红军正在开辟内天地，此时只怕自顾不暇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有谁能够帮我？杨梅道友，别挣扎了，我等占据了你的身体后，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了。我们一起找盘古复仇，复仇，复仇！对了，复仇有了。各位道友，盘古如今已死，你们就算想要复仇，恐怕也做不到啊。怎么可能？盘古那么强大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你一定在骗我！你是谁？为什么和我说话？报仇！报仇！我要杀了你，给盘古报仇！果然是残念，
脑子就是不行，这会儿又要给盘古报仇了。盘古虽然死了，但是你们的仇人可不止盘古一人。你们忘了是谁带着你们送死的吗？是罗侯。你们难道不想找罗侯报仇吗？罗侯，罗侯是谁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报仇，报仇，为罗侯报仇！来吧，杨梅、罗侯，和我们融为一体吧。盘古没有死，你们占据了我的尸体后，就永远找不到盘古了。快说，盘古在哪儿？盘古是谁？他怎么没死？报仇，报仇！你快去找盘古报仇！盘古开天后，灵魂变成了三清，所以三清就是盘古。不过，只有我知道三清在哪儿。三清，快带我们找三清！三清？三清是谁？报仇，报仇！找三清报仇！我没事。我们会跟着你的，找不到三清，杀了你。杨梅道友，还请救我！救你？你怎么了？难道来其他敌人了？不，杨梅道友是贫道开辟了内世界，但内世界空间不稳，随时就会坍塌，还请杨梅道友赐教稳定空间。贫道恐怕无法报答杨梅道友的传道之恩了。完了，我还脱了，红军都要被我坑死了，他死了劫雷我也扛不住啊！怎么办？哎，不对，红军为什么会失败呢？他刚才说稳定空间。红军道友，此物乃是当初盘古从贫道身上劈下来的半截枝干，其内蕴含空间法则，若用来支撑道友的内天地，定能助道友稳固空间。杨梅道友的恩情，贫道这辈子恐怕都还不完。10万火急，红军道友还是速速稳固内天地的空间吧。成功了，我创造了一个属于我的世界。玩儿奉先和吾有红军何在？我操，这就是本源正道吗？真强啊，是威势，恐怕远超三清那几个功德圣人吧。恭喜道友正得神化天仙，自此道途坦荡，逍遥洪荒。杨梅道友，如今我正得神化天仙，方才相信道友之前的至高洪荒之言。既然至高洪荒存在，那我等衍生洪荒之内的生灵，岂不是如梦幻泡影一般虚妄？如此，就算贫道正得神化天仙，又真的能够逍遥吗？完了，这孩子被我忽悠傻了。红军道友此言大谬，请杨梅道友教我。红军道友，我且问你，神化天仙能得逍遥吗？自然不能。那神化金仙能得逍遥吗？应是不能。那神化大罗能得逍遥吗？作为至高洪荒的衍生，我等就如水中大树的投影一般。水中的大树投影，真的能够脱离岸上的大树而独立存在吗？自然可以。须知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其一，而我便是那遁去的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多谢道友指点。不是吧？我就随口说两句，你又突破了。同为混沌魔神，为啥就你这么秀啊？杨梅道友，
刚才突破之时，我总有一种割裂感。我的内天地似乎更像是我的法宝，而不是我的一部分。莫非贫道突破神话天仙时出了差池？红军道友还真是悟性逆天啊，竟然这么快就领悟了神话天仙后面的路，还请道友指点。神话大罗之路的特点便是伟力归于自身，一拳一脚皆带动整个世界的力量，而不是像道友一般搬出世界语言。而神话天仙者则需纳世界入体，之后你就是世界，世界就是你。道友现在只是造了房子，人还在外面，自然会有割裂之感。那该如何纳世界入体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现在连内天地都没有。每个人开辟世界的方式都有所不同，纳世界入体的方式自然也就不同。道友需要找到自己的路。我创造了世界，法则也进阶融入世界，因此我只能通过操控世界来操控法则。原来如此，还差最后一步，纳世界入体。我即是世界，世界即是我，该怎么做？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，天日高1丈，地日厚1丈，盘古日长1丈。我明白了。希望可以吧？既然无法纳世界入体，那便如盘古大神，神化天地。如此，世界即我，我即世界。割裂的感觉消失了，这就是神化天仙圆满之境吗？神话天仙都如此之强，后面的神话金仙乃至神话大罗，又该是何等强大呢？贫道真是越来越期待了。没想到我信口胡诌的修炼之路，居然真的可以修炼。眼下倒是不用担心红军翻脸了。唉，不过之前装的太过高深莫测，现在反而不好开口请教那些神话天仙的修炼之法了。当然还有魔神残念。杨梅道友，贫道又欠你一个恩情。红军道友见外了，莫不是不把贫道当作朋友？杨梅道友误会贫道了，只是有恩不报，贫道道心恐怕会受到影响。报答就不必了。不知红军道友突破后，可否看出贫道身上有哪里不对？杨梅道友修为高深，贫道实在看不透。如此便好，倒是有劳红军道友了。贫道修为低微，无法为杨梅道友解惑，还请杨梅道友为了贫道收下这些法宝。这帮小贩，杀伐之气如此浓郁，莫非是盘古幡？杨梅道友好眼力。至于这2座莲台，应该是12品净化白莲和12品功德金莲吧。不错，盘古开天后，混沌青莲化为6座莲台，这正是其中2座。至于这2件法宝，莫非是混沌珠与落宝金钱？道友果然眼力非凡。混沌珠乃混沌至宝，但贫道已经开辟了内天地，此宝对贫道却是无用了。混沌珠内成空间，对开辟了内天地的红军没用，但我掌握空间法则，和混沌珠必然相辅相成。这些法宝不过是贫道游历洪荒时偶然所得，实在不值一提。要不是你笑得得意，我就信了你的鬼话了。
这几件法宝，怕是你拿着造化玉蝶残片到处推演才寻得的。看来杨梅道友颇为喜欢这几件法宝。红军道友都这么说了，贫道也不好拒绝。不过道友也需要一些法宝防身，贫道只取3件便好。另外2件法宝都与圣人有因果，你红军肯送，我也不敢收啊。今日听杨梅道友之言，贫道受益良多。不过眼下贫道还有一些琐事需要处理，就不叨扰杨梅道友了。道友请便。红军这老小子终于走了，虽然没能问到开辟内世界的详细方法，有些遗憾。不过没有什么是比小命重要的。哎呀，我要继续口着。洪荒还是太过危险，不成准圣，不成圣人，绝不出山。这是混沌珠内空间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天辟地了？红军是怎么开天的？对了，好像是用自己的法则去支撑整个世界。失败了。果然，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开天辟地。兄长，你快看，好大的一棵树！我操，好长的腿！奇怪，劫雷的气息消失得一干二净。莫非此书能够吸收劫雷？吸收劫雷？那它是不是先天灵根？兄长，我们把它挖回去，种在咱们院子里吧。2个小娃娃，你们要挖贫道？兄长，你看，它会说话。前辈，小妹冒昧，实在抱歉。不是，不过洪荒凶险异常，以后切莫莽撞行事。伏羲，多谢前辈指点。不是吧？这是伏羲？那个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，莫非是女娲？喂，大树，你怎么会说话？我们一路过来可都没见过大树会说话。你见到的那些都是死物，怎么能与贫道相提并论？死物？那是什么？这真是人族圣母吗？我单方面代表人族，把他开除人籍。死物者，刑具而神亡，志存而机绝，与生物相对。刑具而神亡，志存而机绝。这就顿悟了。这就是洪荒第一批先天生灵的悟性吗？果然是洪荒的宠儿。多谢道友点拨小妹。贫道只是随口一说，六妹本身是有大造化的人，自然得天地眷顾。大造化？伏羲、女娲呀！我要是将他们魔改了，甚至让女娲提前成圣，红军这老小子的表情或许很有趣。对，大造化。伏羲小友，你应该不知道，女娲小友可是天定圣人。不会吧？又被天道盯上了？虽然天道只是警告，但并未像上次那样降下劫雷，但这也不是一般大罗能碰瓷的呀。伏羲有点猛啊！请道友指点。这倒不是什么大事。据贫道推断，女娲小友日后有一件大功德之事，其注定成就天道圣人。敢问前辈，何为天道圣人？说早了，现在红军还未成圣，洪荒生灵只
只知浑元大罗金仙。天道圣人境界，比肩浑元大罗金仙，且天道圣人元神寄托天道，洪荒不灭，圣人不死。天道圣人，不死不灭。不过也可惜了，女娲小友唤醒人道，本可以更进一步，但可惜受红军影响，最后也只是成就了天道圣人。红军，前辈，此乃何意？虽与红军相处不久，但总感觉红军那老小子并不是阴险的性格，或许是被红军算计了，也或许是女娲小友自己放弃了。小妹求道之心坚定，若有机会更进一步，小妹绝不可能放弃。这么说的话，要小心那个叫红军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道心有些颤抖？是谁在算计我？贫道与红军也算旧相识，在贫道看来，红军道友并非阴险狡诈之人。多谢前辈指点，晚辈记下了。这是……我操！伏羲也顿悟了，要不要这样啊？这世界就我一个废物吗？这些法则之力，我好像可以吸收。我恢复到浑元金仙了，实力已不比刚见面时的红军弱了，太爽了！多谢前辈。你刚刚所说的“我放弃更进一步”是什么意思？来了来了，又到了我大忽悠不讲故事的时间了。女娲和伏羲若是继续顿悟，我或许还能继续吸收法则之力突破。女娲小友未来唤醒人道，若是更进一步，便可成为人道之主。一道之主，那可是诸天万界、一切时空永恒的存在。诸天万界，一切时空永恒的存在。但这条路很难走通，在未来有一人妄想成为天道之主，结果身合天道，从此身困天道，难以摆脱；另一人身化轮回，成为地道之主，他成功了，却也身困地府，难以踏出一步。难道这就是我放弃的原因？这么说来，就没有成功掌握一条道的存在吗？有，娲皇存在于世界一切有与无之中，存在于一切不可言、不可听、不可念、不可行之中。不可言，不可听，不可念，不可行，这到底是什么存在？一切的创造者。我操，是不是又忽悠过头了？这俩别再给我整顿悟了，我还没编完呢。娲皇离我们太远了，而且他本就是那种一说就错、一想就谬的存在，我们还是说说能理解的吧。请前辈赐教。就说说女娲道友你的正道之路吧。按照原本的轨迹，你是要通过捏土造人，成功融合鸿蒙子气，然后获得海量的功德，最终成圣。不过那只是最低等的浑元。我才不要做什么最低等的混元，我要像娲皇一样掌握人道。请前辈赐教，在下兄妹二人必有厚报。女娲小友在造化之道上造诣颇深，完全可以凭借造化之道正道圣人，自然无需依赖功德正道。造化之道原来这么强的吗？如今洪荒初开，天道未成，大道显现于世，这正是女娲小友你的机会。如果你能提前造人，不，如果你能造化世间万物，足以让你自身的造化之道完善，届时再引无量功德洗涤自身，去除杂质，绝对足以证得那至高无上的浑元道果。可是前辈，人是什么？我又该如何造化万物啊？这有何难？这是……我总不能告诉你这是前世蓝星的画面吧？
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皆负阴而保阳，虚空气机以为和，方成和谐整体。小妹，这是到了。就是这样，忽悠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法则吸收了。前辈传道之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道始于虚晦，虚晦生宇宙，宇宙生气，气之轻轻者，薄靡而为天；重浊者，凝滞而为地。前辈，请继续。我下边还有天地一象。太初鸿蒙起玄黄，阴阳谈变道为刚，一气阴运生万象，40更迭化沧桑。金石熔铸乾坤炉，草木荣枯日月章。欲参生生无穷意，且观渊宇至穹苍。道始于虚阔，虚阔生宇宙，宇宙生气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为什么我感觉整个血海都被压制了？好浓郁的造化之道，是谁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的神魂刚刚竟然被震慑了！到底是谁引动了如此异象？怎么回事？造化玉蝶竟然在颤动，难道要发生什么大事了？是杨梅道友所说的无量量劫吗？这是大道彻底融合了，小妹难道要正道了？这是突破后看穿了我的底细，打算杀人灭口吗？好强大，身体动不了，我要死了吗？不对，只要躲入混沌空间就有机会。这是混沌魔神残念，什么时候寄生在我身上的？红军突破都没发现，莫非女娲此时境界已经超过红军了？还是说红军在算计我？树前辈，您体内的脏东西晚辈给您清理了。不过你是前辈高人，怎么被晚辈吓到了呀？不过是被盘古斩杀的可怜虫罢了，也就是趁着贫道养伤才敢躲到贫道体内。不过女娲道友既已正道魂远，以后便以道友相称吧。吾乃女娲，今日正道混元。魂元？这不是我之前一直苦苦追求的道吗？怎么会是女娲？这个方向是不周山，是杨梅道友所在的地方。道，这一切都与杨梅道友有关。这就
就是混元之境吗？好强大的感觉！拜见圣母娘娘。我感觉到了源源不断的力量。多谢圣母娘娘赐福。多谢道友开道之恩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不过只是浑元道果而已，相比于真正的神话道果，也就那样吧。道友，不知可否再为我们讲讲那神话道果？我操，好像又吹过头了。神话道果是什么鬼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啊。劳烦道友为我们解惑。此恩，我兄妹永世不忘。之前那个不知名的先天魔神，我随便忽悠一下，他就跑去开辟世界了。这可是未来的圣人女娲和人皇伏羲呀！要不再试试，没准儿真能被我忽悠出来一个全新的神话体系。神话道果之境，那是传说中道尊所在的境界，离你们现在还太遥远了。我先给你们说说何为神话大罗吧。所谓神话大罗，这是独立于普通洪荒大罗之上的境界。大罗者，超脱一切时空，永恒逍遥自在，一正有正，一德有德。他们可以玩转时空，颠倒因果，颠覆命运。既有既无，既无既有，至尊至高，至强无上。虽然还说不上是那不可言不可论的至高境界，可这已经是诸天万界理论上能够达到的最为极致的存在。大罗者，超脱一切时空，永恒逍遥自在。道友，不知这大罗之境该如何正道啊？目前的我也只是有一些浅见，如何踏入大罗？请道友教我。在我看来，正道大罗同样有这两种方法：其一是收纳诸天万界的投影，以自身之力踏入时光长河，自此诸天不灭，大罗不死；其二则是开天辟地，凝结自身专属的时光长河，踏入真实界之时光，追寻过去，蔓延未来。天地都不允许这条道出现吗？大哥，这是天地震动，毁灭之气弥漫，究竟是何人引动了如此天罚？天机一片混乱，我竟什么都查探不到。天仙者开天辟地，金仙者凝聚时光长河，而大罗者便是追寻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位一体。开天辟地，凝自身之时光长河，踏入真实界之时光，追寻过去，蔓延未来。我操，这就开天辟地了？我就是随口一说呀。伏羲一化开天，这兄妹俩都是怪物吗？
开天真就这么简单？难道我瞎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？天仙者开天辟地，金仙者凝结时光长河，大罗者追寻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合一。盘古，时空既定，岂容窥探？滚！女娲，古神女儿帝者，身于混沌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70变。女娲，古神女儿帝者，身于混沌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70变。女娲道友，这是追溯到了盘古大神之前。小妹，你这是证到了杨梅道友所说的神话大罗。应该还不算完全的大罗之境。杨梅道友所说，大罗者蔓延过去未来，我现在还仅仅是占据了过去，还未能彻底延伸未来。多谢道友指教，女娲没齿难忘。道友客气了，客气了。道友，此次正道，吾隐约间感觉到了一道使命，似乎是让我传道于洪荒，不知吾是否需要遵循？我操，这是直接抢了红军老阴逼的传道流程啊！还是女娲厉害，看红军老阴逼你还怎么合道，怎么阴人？遵循啊，当然要遵循，这可是天帝给你的恩泽，是让你成为众生之师啊！吾明白了，多谢道友解惑。吾乃女娲，今以正道混元，将于混沌之中开辟娲皇宫，3000年后开讲大道，有缘者皆可来听道。道友，那吾和兄长便先离去了，传道之后再来向道友请教。
该怎么离开啊？等等，你们回来教我一下怎么化形啊！我尼玛，合着忙活半天，我自己还是棵树。这是……我操！我这也是要开天辟地了吗？我记得开天辟地有好多种方法。我现在是树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世界树？在维京人的世界观里，宇宙并非空无一物，而是由一棵巨大无比的白蜡树支撑和连接起来的。道友呢？我那么大一个道友呢？在时间尚未开始流淌的虚空里，他第一次有了知觉。他感到自己是一粒沉睡的种子，包裹在无光无声的混沌中。不知经过多少个永恒的刹那，两种力量开始接触他的外壳，一边是代表终结的极寒，一边是代表诞生的炙热。冰与火在种皮上交织，裂纹如命运的第一道纹路般展开。这算是化形成功了吗？我开辟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？妈的，我这么菜吗？比不过女娲伏羲就算了，怎么感觉洪荒随便一个路人甲都比我强？我的世界树体系不给力啊！这是挖皇宫？难道讲道已经开始了？快，3000年已经过了，女娲圣人要讲道了，我们赶紧去，那就没位置了。我操，真的开始了！我开个天，直接开了3000年。不行，我无法踏入混沌。对，混沌的无在不断侵蚀我的有，我感觉一进去，我的道则都要被同化了。大哥，我们如何穿过这片混沌？混沌乃一切无之代表，吾等皆是盘古父神有之所化，恐怕很难穿越。这该如何是好？若是无法穿越混沌，就无法抵达挖皇宫天道了。快看，那好像有人在穿越混沌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没有被混沌同化。不对，你们看，那一位道友好像是每一步迈出去，脚下都有地火风水在汹涌生练，以自身世界的地火风水来抵消混沌的无吗？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
此，你有对抗无，你自身之道，在混沌中开辟一片立足之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也明白了，看我的！那三个家伙，一个用太极土，一个用玉如意，一个用诛仙四剑。我操！那不会是未来的三清吧？我竟然走在了三清前面！大个儿哥，好快的速度！他怎么会这么快？我们开辟临时天地已经耗尽了法则之力，他却像在散步。不对，你看仔细点，那位道友，他不是在开辟临时天地，而是他脚下踩着的就是一方真实的天地。真实天地，他难道和盘古父神一样，身处一个世界？不可能，盘古父神早已神化万物了。时光长河，这竟然是真正的时光长河！时光长河，走吧，圣人道场，不可失了礼数。是他。那位道友竟然能和女娲圣人并坐，那一位道友竟然也是一位圣人。竟然有这么多真实的世界啊！好浓郁的大道气息，这里竟然汇聚了几乎洪荒的全部大道。3000年已到，贫道有感天地，特传尔等无上大道。混沌运道，天地初开而道生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吾所知道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我曾于不周山听杨梅道友论道，得知世界修行可分天仙、金仙、大罗3重之境。所谓天仙，便是开天辟地，成就一方真实世界，一如当初的盘古父神。盘古父神只是天仙？那是盘古大神，盘古大神
只是天仙，这怎么可能？开天辟地，身融世界，炼甲为真，与世界同存。明鉴大道，让自己永存于真实界，此是为天仙。圣人，天仙、金仙、大罗，天仙之间便已如此恐怖，那金仙又该是何等境地？明鉴大道永存于真实界，然这只是看见了现在，尚未看见过去与未来，仍如大道之海中的一叶扁舟，道海稍有波澜，便有倾覆之危。若欲更进一步，需构筑自身之时光长河，明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是为金仙。在此之上，若能将自身之时间长河具现于真实界，追溯过去，蔓延未来，让现在身、过去身、未来身三位一体，三身同在，超脱时间之外，即可永证大罗。超脱真实界，凌驾于真实界。各位道友须知，吾等一切所见所闻，皆为虚妄。未见大道，一切皆如梦幻泡影。在大罗眼中，我等一念之间，便可不复存在。望各位道友能随我一同努力，开天辟地，炼甲成真，得见大道，让盘古父神开创之世界，其光辉永照真实界。我等恭请圣人赐道。炼甲为真。今日炼甲成真，落身现实界，方知我是我，无名河，正道天仙。炼甲成真，立身现实界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拜谢蛙皇受道之恩。你我皆是盘古父神之后裔，当为父神之世界添砖加瓦，不必言谢。还望各位道友共勉，早日证道大罗，凌驾真实界。共勉。道友，我似乎看到了未来的洪荒，将因我今日讲道而亮劫频发，生灵涂炭。这是必然，洪荒的本源是有限的，哪里有那么多能量去供给如此多的天仙正道？敢问道友，可有解救之法？洪荒有极限，然混沌无极限。混沌无极限。女娲悟道的3000年里，三清、接引、准提以及其他顶级先天神魔，一个接着一个的成功开天辟地，正道天仙。他们开辟的世界融入洪荒，虽然使得洪荒版图扩张，但也带走了洪荒世界海量的本源能量。渐渐的，洪荒的本源能量已远远不足，世界本源开始枯竭。
大地是我们麒麟族的，你们龙族的祖龙要扩张，要炼甲成真，就有你们龙族四海的地盘。觊觎大地，算怎么回事？放屁！洪荒大地何其宽广，凭什么都是你们麒麟族的？吴麒麟难道还妄图将整个洪荒大地都炼甲成真，成为他的内世界不成？大地广袤，物产丰饶，你麒麟一族不得独占。龙族和凤凰一族联手对抗麒麟族施压，要求麒麟族交出一部分大地让与他们。麒麟族自然不然，三族大战彻底爆发，龙汉大战正式拉开序幕。整个洪荒陷入动荡，山河破碎，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。龙汉大劫还是出现了。直接征到大罗吧，无法立足于现世界，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神合一。就算有力阻止，成功阻止了这一次，也依旧只是虚妄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。只有大罗才能真正改变。本以为这是最难的一步，可真当我走到了这一步，才豁然开朗。其实一切并没什么难的，看到了，自然也就能做到。时空寂静，不容窥视。你是先驱者，我尊重你，但你阻挡不了我的脚步。恭喜你！过去已定，再容纳未来，即是真正的大罗。成功了，我理应成功。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三身一体，超脱时间长河，凌驾现世界。我为大罗，不是大罗极境，道果雏形。恭喜道友得正大罗。这是混沌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盘古大神。
道友。老师的道友，这位前辈究竟是何等存在？无名杨梅。3000年已过，第一次讲道结束，除三清、皆以、准提之外，其余人退下吧。学生告退。我知道，关键不在于开天辟地，不在于天仙、金仙，而在于那至高无上的大罗。你们5位是我觉得最有可能踏入此境的存在，所以特意将你们留下。敢问老师，何为大罗？大罗之境，乃极境之道。昆仑山那位杨梅道友曾言，想证大罗，需以自身时光长河融入真实世界之时空长河，方有机会踏入大罗之境。汇聚自身之时光长河，踏入真实界之时光，追寻过去，蔓延未来，方能不死不灭。老师，可否说得再具体？吾第一次讲道时所演示的修行之路，尔等应该已经熟悉了。是，老师曾言，开天辟地，创造世界，是为天仙；在天仙基础上，构建自我时光长河，是为金仙。那么金仙之上的大罗，似乎需要先走完金仙之路。没错，所谓金仙，最关键在于诞生自我时光长河。而如何诞生自我时光长河，最关键的就需要形成一个自我完善的真实世界。我有灵宝若干，尔等可自去分取，以助道途。多谢老师赐宝。我灵宝呢？我那么多灵宝呢？尚有疑惑，特来请教道友。你之想法，我已知晓。你是否想问，大罗之上，可还有路？还请道友赐教。时光长河融入真实时间长河，立身于现世界，是为大罗；追溯过去，融合过去时，是为大罗圆满；蔓延未来，占据所有可能的未来，融合未来时，是为大罗极境，亦可称之为道果雏形。道果雏形，那大罗之上？大罗之上，即为道果，大道之结果。所谓道果之境，乃是不可说、不可论，一想就错，一说就谬之存在。只有到达道果之境，才是真正的超脱。道果境，天地灭而自身永恒，一念可篡改现世界，一念可遮掩一切存在，即唯一。多谢道友赐道。此道艰难，还望你能有所得。敢问道友，如今洪荒节气翻涌，龙凤麒麟3族大战，生灵涂炭，此亮劫该如何解决？方法，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道友只说洪荒有极限，混沌无极限，想来是告诉我解决之法当向外，向混沌寻求。可我追溯过去，蔓延未来，却依旧未能寻得良方。你失望了。还请道友解惑。罢了，便于你说道说道。如今的洪荒，维度在此，高度在此，其本源能量是有限的，不足以支撑如此之多的天仙正道。资源不足，生灵为了生存与进步，
自然要生出正道，亮节也因此而生，又以平衡消耗。可倘若资源若是足够，甚至是无限，还需要内斗争抢资源吗？道友的意思是，向无限的混沌寻求本源能量，寻求资源。自是如此。或是我道行不足，我蔓延了无数未来，依旧未能寻得向无限混沌所求资源之法。混沌之气暴烈无比，非但不能利用，反而会同化一切。那是因为现在还没改变。现在洪荒的维度决定了他的上限，他现在尚未升维，高度不足，就像一个瓶子，瓶口太小，如何能将混沌的无尽能量纳为己用？升维？对，升维让洪荒以3000尊正道大罗的无上神魔，3000大罗之力，洪荒便可步入高端洪荒2.0时代。届时，整个世界将向外扩张，主动容纳混沌能量，化为己用。届时，本源能量富足，洪荒世界将不再匮乏，生灵各安其道，自然也就不会再有内斗，更不会有节气生出。眼前这种小打小闹的亮节，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我待洪荒众生拜谢道友赐道，指明显路。大哥，三族伤亡惨重，不得不退出洪荒天地休养生息。如今正是我兄弟二人入主洪荒的好时候。二弟所言极是。吾乃帝俊，吾乃太一，今日有感于天地，有感于洪荒。今日立妖族，凡天地所生，日月所养，皆为妖族。吾帝俊为妖帝，吾太一为妖皇。谨遵妖帝妖皇之命。谨遵妖帝妖皇之命。切！偌大洪荒乃父神所化，岂容2个皮毛带甲的小儿霸占？哼，不必动怒，不过一群乌合之众罢了，岂能比得上我等由父神鲜血所造的巫族？哼，玄冥说的没错，我巫族可不是他妖族可比拟的。今时今日，洪荒大地当归于我巫族。吾帝江，吾祝融，吾空空。今日有感于天地，有感于洪荒。今日立巫族，巫族掌地，凡天地生灵，皆为我巫族所管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那12个蛮子占据了大地，气运大涨，我们妖族怎么办？哼，他巫族掌地，那我妖族就掌天。吾乃妖皇帝俊，有感洪荒天地混乱，秩序不从。自此，吾妖族掌天，梳理天地，重整洪荒秩序。大哥，我感觉我现在比起那死掉的祖龙，也差不了多少了。或许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赶超女娲圣人了。不可妄言，圣人之境，岂是吾等能够窥视的？杀光巫族蛮子，妖皇万上，妖族永不为奴。杀光杂毛鸟，族巫万上。道友，这一次他们的未来是否有着变化？那就得看道友的选择了。依道友之见，这大罗之道是否到了彻底公开的时候了？厮杀的不可开交的巫族妖族，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帝君太一，
或是强横的12祖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他们那看似波澜壮阔的命运，其实只在这2位存在的一念之间。公开如何？不公开又如何？大罗知道，若是公开，洪荒或许有更大的机会诞生更多的强者，也有更大的可能提前升位。既然道友已知晓其中益处，那又何必问？大罗之道源于道友，未有道友首肯，吾岂敢私自广传？想做就去做吧。洪荒若能升为，于你于我，皆有大裨益。道友大爱，我代洪荒众生拜谢道友。吾乃女娲，3000年后将于娲皇宫进行第2次讲道，有缘者皆可来。女娲圣人又要讲道了，大哥，你说圣人这次会不会？很有可能。准备一下，也许我们有更好的道路可走。大哥，圣人他……或许这一次，我们有望一窥那金仙之上的境界了。红云道友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终于等到了，金仙之上，果然还有路。老师已经要第2次讲道了，吾等如今还没能踏入大罗之境，那自身时光长河要局限在真世界，实在太过困难了。吾之世界也迟迟未能圆满。时光，时间。成了，成了！哼，果然，还是太上师兄走在了我等前面。大哥，这是有人正到大罗了。这股清静无为的气息，有点像……吾乃太上，今日正道大罗，天地共鉴。太上，真的正道了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么快？恭喜大兄永争大罗！二弟、三弟，你们正道恐怕还需尽早。尽早？我能够感受到，洪荒的时间长河恐怕无法承受过多的大陆存在。无法承受？多谢大兄提醒，我们明白了。吾乃元始，今日正道大罗。吾乃通天，今日正道大罗。什么情况？三清全都正道了。吾乃接引，今日正道大罗。吾乃准提，今日正道大罗。吾乃女娲，3000年已到，于娲皇宫讲道，有缘者皆可来。
过两位老爷。尔等今后便围着蛙皇宫看门童子。道友，讲道在即，我就此告辞了。大罗之法即将传遍洪荒，洪荒生伟也就指日可待了。道友请便。我死了。这是我妖族的未来。见过老师。魏师兄请。见过老师。见过老师，见过几位道友。为何我有种失去一切的心痛？见过老师。吾讲道2次，第1次讲述了天仙之道与金仙之道，这一次讲的便是大罗之道。大罗，果然，金星之上仍有道罗。何为大罗？大罗者，一切永恒时空，一切永恒自在，无所不在，无处不在。追溯过去，蔓延未来，立身于现世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身合一，三位一体。这才是真正的永恒不死吗？昔日杨梅道友曾言，大罗者乃修行之极数，能够踏入者万中无一。敢问老师，如何才能证得大罗？欲证大罗，唯有踏入时光，踏入空间，踏入那极境之存在，而这极境便是时光与空间。敢问老师，如何才能到达？我目前所得有一种取巧之法，可称之为灵宝追溯法，将自身之存在融入一件与自己大道相合的先天灵宝之中，以灵宝为舟，追溯过去，蔓延未来。只要追溯的过去足够久远，蔓延的未来足够广阔，那么便足以证得大罗。原来如此，先天灵宝。大罗者，超脱一切时空存在，掌握时空，颠倒因果，掌握命运。既有既无，既无既有，至强无上，无惧无上。我有灵宝若干，置于宫外分宝岩之上，尔等可按原法自取。大哥，现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们……大罗，你忘了我们在时光长河里看到的未来了吗？也许，只有我们都证得大罗，才有机会真正改变。现在出生，不过是重蹈我们所见的某一种未来的覆辙，又如何能真正改变？大哥，那2只杂毛鸟得到了翅膀，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，弄死它们？对，先弄死它们，夺了宝贝。哥哥们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踏入大罗之境吧。现在出手，风险太大了。我们看到的未来，哪一次不是两败俱伤？小妹说的对，当务之急是突破大罗。只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身合一，立足于真世界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改变我们所见的那些悲惨未来。这个混沌，真的只有一个混沌世界吗？还是说，混沌之外仍有混沌，世界之外仍有世界？我的来历究竟是穿越，是重生，亦或只是某个存在的幻想？第一次
造稻谷的唯一。我们可不能慢了，大师兄。师弟，我俩也该再进一步了。师兄所言极是。看来还是我最慢。这条以身化道、历劫轮回的路，果然不好走。恭喜道友得证大罗圆满。总算证到了。吾乃红军，今日正道大罗。是他，那个跟我们一起听道的红军。呵呵，一同听老师讲道，却没想到，他竟是除了老师亲传弟子之外，第一个证道大罗的。都这么久了，这家伙居然才证到大罗，效率有点低呀。吴帝俊、吴太医，今日正道大罗。吴帝江、吴祝融，吴后土，今日正道大罗。今日正道大罗。杨梅道友说的果然没错，当有3000大罗神魔之时，洪荒便可生为。如今虽然还未到3000之数，但这番景象已可称之为洪荒2.0时代。或许我也该尝试着更进一步了。跨越整个混沌去寻找答案，不切实际。哪怕我已经到了稻谷雏形，仍有难度。看来，想要确定是否存在那所谓的缔结稻谷的唯一，还得从内部追寻。洪荒2.0时代已经来临，正好可以用来验证我的一些猜想。洪荒世界、地球。这一切是否真的存在？又或者他们本就存在，只是被那个所谓的缔结稻谷的唯一所遮盖了？洪荒2.0，洪荒2.0，或许我得再推一把，让洪荒进入3.0时代。兄长，你认为大罗极境该如何踏入？老师曾言，混沌本是无，但当盘古大神诞生时，他就有了有。或许我的道就在于追溯混沌。追溯到从无到有的过程之中，或者说，追溯到盘古大神所在的那一刻。时光长河无法蔓延到混沌诞生之初，那么自身呢？混沌魔神生于混沌之中，他们是3000大道的代表。盘古大神开天辟地，混沌魔神为祖其开天，最终大多始于盘古大神府下。啊，这是混沌1.6版本。现在将它烙印于现世界，我与盘古大神同在，所以我融合了这段过去身，已经无限逼近大罗极境，无限逼近稻谷雏形。这就逼近大罗极境了，还真快。也对，在诸多的神话传说中，女娲的地位或多或少的高于他人，倒也理应如此。只是这最后一步，你要如何跨过呢？看似无限逼近，实则一步之遥便是天堑。过去可以炼假成真，但未来谁又能真正占据所有？那个所谓的缔结稻谷的唯一，当真只有唯一啊！哪怕是我身在时空之外，到达了稻谷雏形，占据了所谓的所有未来，可我占据的真的是真实世界所有的未来吗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恭
喜老师炼甲成真，融合过去身。恭喜老师炼甲成真，融合过去身。尔等勤勉修行，亦有今日。老师，我等可否引领我等去拜见那一位杨梅老祖？也罢，你们便随我一同前往吧。老祖的道场竟然建立在时间之上，怪不得我等之前如何推算都找不到。是啊，这位老祖的境界，已非我等所能够揣测的。女娲求见道友。我等求见杨梅老祖。接引准提，你二人机缘未到，须入时光长河一游。女娲，你的挖黄之道在天地，在洪荒，可前往洪荒天地一游。太上、元始、通天、伏羲，你四人进来吧。多谢道友指点。见过老祖。几位的来意我已知晓，敢问几位，何为修炼？何为天地？又何为自己？天命之谓性，欲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，可离非道也。至于天地，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天为极，地为龙，吾等皆为其中众生。何为自己？不知，请老祖赐教。请老祖赐教。何为自己？元始，你说这位元始天尊是你吗？太上，那位道德天尊是你吗？通天，灵宝天尊呢？伏羲，西皇呢？老祖，您的意思是，吾等可以达到这个高度？为何不可以？这天地之间本没有神话，没有高端洪荒，因为女娲，才有了高端洪荒之说。那么，是否又会因为有了你们，才有了那至高无上的神话之说？没有神话，没有高端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洪荒可以升为神话，自然也可以到达。这是巫族部落。见过老师。没想到这里竟然是巫族的族群。老师贵为大罗，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偏僻之地走走了？杨梅老祖说我的道在洪荒，所以我便出来走走，看看这方天地。请。洪荒，原来如此。我已能创造万灵，正道混元，为何不能创造一方全新种族，主动迎接未来，蔓延未来？原来如此啊！老师这是在做什么？开始了吗？厉害，竟然想到了这种方法，化有限为无限，哪怕无法真正占据所有的未来，却能让未来拥有无限衍生的可能，以这种无限之姿态，强行踏入大逻辑界。女娲老师，他，哎呀，好手段，真是好手段啊！老师之才情，旷古绝今。尔等今后为人族，乃天地之新兴种族，一个元会之内，
不可出不周山。参见圣母娘娘，吾等遵命。是娘娘。是娘娘。你们还需努力。多谢道友赐道。道友，可否为我解惑？究竟何为道果？何为道果雏形？那日道友所言，我虽有所悟，但终究不甚明了，仍有困惑。道果可称之为超脱之境，也可以说是大罗之上的存在。大罗者，永恒时空无处不在，可大罗者未必是最高所在。古以大罗之上，强曰为道。何为道？阴阳之谓道，又或者说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何为果？木实也。象果行在木之上，道果便是大道之结果。道果之境，乃是不可说、不可论，一想就错、一说就谬之存在。只有到达道果之境，才是真正的超脱。道果境，天地灭而自身永恒，一念可篡改现世界，一念可遮掩一切存在，即唯一。所谓道果雏形，那便是大罗极境，也就是吾等如今的层次。境无可境，修无可修。所谓世界增加而自身增加，但这种相对的增加，已无法再让我们的本质提升了。想要超脱大罗境，踏入真正的道果之境，需要的不再是加法，而是减法，意为作茧求空。作茧求空。所谓作茧求空，就是将自身的存在、大道乃至概念不断减少，分与他人，让别人来承担。当有人能完全承担你的一切，并踏入与你同等的层次时，那么你的作茧求空便圆满了。有朝氏，娘娘所说的一个圆会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吾等是否该走出去了？虽然是，外界恐怕凶险无比，我们人族如此弱小。可是吾等在这里已经上万年没有发展了，如果还无法找寻到新的道路，我们人族可能会有灭族危机降临啊！这样吧，有朝氏，你和资一氏留守，吾带领一些族人向下方的山脉发展。我听说那边有其他强大的种族部落。是山下的那些巫族部落吗？可以，你把你的武器带上，小心行事。人族燧人氏见过大巫。诸位客人，请。我听说你们人族掌握了另一种火的使用之法，可否让我一观？当然可以。还真是奇异的火焰，竟然不是法则的力量，而是利用了天地间的规则。大巫过奖了，与大巫的神通相比，我这点手段不值一提。神族吗？娘娘，九凤，听从我的安排。是。燧人氏，我们后土娘娘刚刚降下法旨，想让巫族和人族交合，诞生新的后代。她让我征询一下你们的意见，不知你们可愿意？交合？对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很快，一批人族部落和后土部落的巫族开始融合。不久后，第一批巫人混血的后代诞生了。他们既有巫族的强悍肉身，又有人族的灵慧元神，天生就比纯血的人族强大无数倍。和人族融合，
整个巫族的发展都在加快，就连大巫都诞生了好几位。我巫族的未来就在人族身上，我得赶紧和几位哥哥好好聊聊了。我的道也在人族吗？可这条路又在何方？到底在哪里？好了，此次论道就此结束吧。想来道友你也还有事情要处理。即日起，尔等为道祖，义务传道于人族，传道于天下。老师，不必多说，听从吾的安排。是，谨遵老师法旨。老师，这是何意？为何要我等去传道？听从老师安排便是。即日起，吾等立即开始传道。这样吧，元始师弟，你前往那些先天魔神道场；通天师弟，你前往妖族，我则去人族看看。尔等教化之后，也可以来人族与我会合。人族恐怕很重要。唉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青牛难渡，吾便帮你。牛二，我们去不周山。我是岩石部落的巫，敢问老人家，你来我们部落所为何事？巫人，原来如此。巫只是在洪荒天地间走一走，想传尔等一条人人皆可修行的修炼之道，不知是否欢迎？我这修炼之道，乃人间正道，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炼虚合道。此法人人皆可修行，人人皆有望得道成仙。吾乃上清通天教主，1000年后于金鳌岛讲道，有缘者皆可来。吾乃玉清元始天尊，1000年后于昆仑山玉虚宫讲道，有缘者皆可听。大师兄，吾等下一步该如何走？传道1000年，老师还是没有给予任何新的提示啊。是啊，大师兄，吾等这般传道，究竟有何深意啊？恐怕吾等的道途就在这传道之上了。传道？两位师弟，你们难道没有感受到吗？我们所能蔓延的未来似乎正在增加。未来蔓延增加了又如何？大师兄，我们需要的是争得大罗圆满，而大罗圆满的关键在于追溯过去，融合过去神，与未来何干？不对，三弟，如果我们能够占据足够多的未来，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用这无尽的未来来炼假成真，强行印证我们的过去？也许我们该去请教一下那一位了。伏羲道兄，太上冒昧拜访。几位道友不必多礼，请坐。伏羲道友一次贸然打扰，是向道友寻求大罗圆满之道，不知道友可否为我等解惑？大罗圆满即是时空圆满，当自身之道能蔓延至开天之初，又能遍及无尽未来，这便是自身之圆满。可追溯混沌，需要自身之道与过去相合，完成炼假成真。如今这方天地，盘古大神之前的历史已被女娲老师占据，我等该如何？道友以未来争到大罗圆满，不知可否指教一二？无妨。时空、时间与空间本为一体，过去为一，而未来不定。想要占据未来，自然需要先衍生出足够多的未来，否则的话，所谓的占据便只是侵占，而并非真正的知进小进。果然，
他们也要踏入这一步了。太医，你即刻前往昆仑山一趟。昆仑山？去那里做什么？红军老祖曾是昆仑山散修，女娲老师讲道时也曾言，大罗之道的开创者杨梅老祖，其道场就在昆仑山附近，也许我们的机会在那里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恭喜3位道友！多谢伏羲道兄指点。3位道兄来得正好，不知这不周山，3位可否帮吾照看一段时间？照看不周山？对，如今洪荒天地不断蔓延演变，这作为天地之柱的不周山，还需要有人照看一段时间。伏羲道兄，你这是何意？道兄很快就知道。这是生化轮回了。伏羲道兄这是舍弃了一切修为，从头开始。伏羲道兄道心之坚定，无畏之狠意，他要走的是以凡人之身正神化之道的路。看来我的推测没有错。洪荒3.0时代终于要来了。洪荒身为神话出现，神族登上了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央。那么，地球还会远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缔结道果的唯一，是否真的存在。外来者，你欲窥唯一，不怕道消深陨。天地生道，道生万物，何来唯一？你既为长河意志，当知时空无界。道果岂有定数？道果唯一，乃混沌定则。盘古开天，为唯一之始；女娲造人，为唯一之序。你欲破局，便是逆混沌，逆天地。逆混沌，原来这才是道果的真正门槛。定则由人定，混沌由人造，我之3身，过去为因，现在为果，未来为事，3世合一，便可逆天。孩儿又在画这些稀奇的纹路了。娘亲，这是道，顺着他走，族人就不会挨饿，不会受凶兽欺负。此子乃天纵奇才，人族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。速速交出火种，饶尔等不死。定。神子。伏羲是人族神子，神子在上，受燧人一拜。老族长，这个能炼药，治族人的伤。冥顽不灵，混沌之力，岂是你能掌控？今日便让你化为长河尘埃。道果无唯一，道有欲窥大道，
吾等自当相助。洪荒生为，非一人之功，逆混沌乃洪荒万灵之愿。多谢二位道友，今日便破了这混沌定则，让洪荒见真正的大道。大道万千，岂容为一？今日便与诸位道友共逆混沌。我道为劫，竭尽天地机缘，劫破混沌定则。西方愿渡尽洪荒万灵，渡破唯一桎梏。妖族之道，在天在宇，岂甘为唯一附庸？吾为妖皇，当护洪荒万灵，逆混沌，开新天。吾族乃盘古精血所化，当成盘古一致，开天辟地，而非守着唯一定则。大地在物，万灵共生，道国岂能为一？混沌定则乃前贤所立，非天地本道。天地本道乃万灵共生，大道万千，道果不定，唯心而已。原来我错了，混沌本无定则，定则由心，万灵共生，方为大道。你破了唯一，也让我得以超脱。从此时光长河，便由洪荒万灵共主。诸位道友，混沌定则已破，道果无唯一，洪荒的未来由我们共同缔造。混沌余孽实力强悍，最低都是金仙修为，还有数位大罗级别的残魂，我族人族修为低微，难以抵挡。诸位可有良策？不如向巫族和妖族求助，族务后土与我人族交好。妖皇帝君也曾言，愿与各族共看混沌余孽。巫族和妖族虽强，却也被混沌余孽牵制，自顾不暇。我们不能一味依靠他人，需寻得自救之法。诸位族长不必担忧，我已推演得出一阵法，名唤洪荒八卦阵，可聚族人之力，引天地大道，哪怕是凡人，也能借阵法之力对抗金仙级别的混沌余孽。共主此阵乃人族至宝，我等即刻安排，让各族族人学习布阵。混沌余孽欲灭我人族，灭我洪荒，我伏羲定不允许。杨梅，你破我混沌定则，毁我唯一道果。今日我便率混沌余孽，踏平洪荒，灭杀万灵。混沌定则已破，尔等执迷不悟，唯有道消身陨。洪荒乃万灵之洪荒，岂容尔等混沌余孽撒野？区区黄毛小儿，也敢与我等抗衡？今日便先斩了你，再踏平人族。
护我人族，护我洪荒。借天地之力，聚万民之心。洪荒八卦阵，开！我等不甘，混沌定则，岂能就此消亡？混沌未消亡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岂能就此消亡？万灵共生，方为混沌真意，尔等执迷不悟，终究只是尘埃。洪荒初开，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，携手破混沌定则，开大道万千。今日立万灵台，昭告天地，洪荒无主，万灵共生，大道万千，皆可正道。道果无为一，唯心唯行。无为女娲掌造化之道。愿为洪荒万灵护道，赐万灵造化之源，让众生皆有生机。无为太上掌道德之道，愿为洪荒万灵讲道，传万灵修行之法，让众生皆有归途。无为元是掌玉清之道，愿于昆仑山玉虚宫讲道度有缘成，开天辟地，正道成仙。无为通天掌上清之道，愿于金鳌岛必有功讲道，竭尽天地机缘，让万灵皆有希望。吾等为接引准提，掌西方之道，愿于须弥山、灵山讲道，度尽洪荒苦厄，让众生皆有彼岸。吾等为帝俊太一，掌妖族之道，愿护洪荒天界，让万灵皆有天庇。吾等为12族，掌巫族之道，愿护洪荒大地，让万灵皆有的在。吾为伏羲，掌人族之道，元帅人族。与洪荒万灵共生，共护洪荒，共正大道。多谢老祖为洪荒开大道，为万灵创机缘。如今洪荒鼎盛，万灵共生，老祖之愿已然实现。洪荒的未来不在于我，而在于万灵，在于你，在于每一个心向大道的生灵。道果无为一，洪荒无终点，唯有不断探索，不断前行，方为真正的大道。